Hello， 大家好，我是伟权。那上个月我就在我的 YouTube 页面问大家，你本身是在打工呢，还是你在创业呢，还是你本身是打工，然后你想开始一个副业这样子？我就发现呢，有蛮大部分的人其实是在打工，然后他们想要开始自己的一个副业。想开始副业的这个趋势其实在近几年是变得非常的流行了。很多人呢除了打一份工，他们也开始觉得，哇，我收入不是很够，我觉得我没有什么保障，那我希望可以再赚多一点钱，开始自己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生意。这期视频我就想跟大家分享，要如何去开始你的副业，通过八字的方法。副业其实它也是生意的一种模式，跟你打工是有所差别的。你打工呢是那个生意呢已经存在了，这个公司呢都已经存在了。那你做副业的话，你是完全是从零开始。你首先要有一个这样子的概念，因为其实打工跟创业或者副业是完全不一样的两条路。所以在你开始你的副业的时候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就是你先要了解现在这个市场需要什么东西。这个可能跟大家的一个想法有所冲突，因为大家可能会说，副业一定是先从我喜欢的、我有兴趣的、我想做的开始嘛？为什么现在是调反来？我们先从市场需要什么东西？因为大家要了解副业的话，它到最后还是一个生意，你是提供你的产品或者你的服务给这个市场，然后市场买单，你这个副业才会成型。那如果你是先从自己本身开始的话，就是说你有一些爱好，或你有一些什么兴趣来开始的话，这个不一定代表可以转换成这个市场需要的东西。所以如果你本身现在是在打工的，你想开始你的副业的话，我会建议呢，你就开始的去了解这个市场，他们到底需要一些什么。那通常在八字里面，如果你本身的八字是带有比较多的偏印或者偏财这两个食神的话，基本上你这种了解市场的能力，你可能已经时常有这种能力了，你可能很快呢，你就可以了解到大家需要的一些是什么他们想要一些怎样的服务要什么的产品。那如果你的八字本身这两方面是比较弱，那其实你也是可以挑选在你本身的偏印或者偏财的年份或者月份。你可以看我每个月都有一个每月运势，我说某某某日主，你这个月走的是偏印的运势还是偏财的运势，那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动作来辅助你去了解这个市场，他们到底的趋势在哪里，他们想要的东西是什么。那你当然会问我要怎么了解市场这么大，我要从哪里开始呢？当然就是从你本身最熟悉的地方开始。可能你身处的是一个金融行业，你对银行、对金融产品、对一些保险、一些理财的产品是非常熟悉。在公司里面，那一定是会接触很多不同的客户或者不同的上司同事这个行业的人或者你现在身处的那个职位，你一定可以看到比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我们通常呢都是从你最熟悉的这个环境、最熟悉的这个市场去探索，先去看是不是有一些空隙，有一些没有被满足的需求等待被满足。因为这个副业它最致命的一个东西就是你很不了解这个市场。如果你是要跨领域的，你是要跨行业的，你就是需要去做更大的准备功夫，去更了解这个市场。你是金融的，你要跳到去烘焙，你是要去卖面包、卖饼干，那你就要更清楚知道你那个市场，那个客户买饼干的、买你的面包的，他们想要的是什么。可能跟你在金融行业的时候你所懂的一些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通常呢，我们买面包或者买饼干，
我们通常会注重的有些人会注重它是不是好看，有些人会注重它是不是好吃，有些人注重的是它的材料是不是很高级，是不是很健康很好的一个原材料。就不同的客户群就算是在同一个市场，不同的客户群呢，他们想要的东西都不一样。那你要很清楚的知道你想针对的是哪一个群体，你想要懂你的市场到底需要什么，他们想要什么，或者他们有一些什么需求是没有得到满足的。然后第二步呢，其实就是要了解你自己到底可以提供什么，包括了你的技能你的专业，你的一些知识，或者你自己本身的一些经验，可以如何去提供这个市场，去满足这个市场的一个需求。所以如果你本身是完全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技能、这方面的知识或者这方面的能力的话，我会建议当然就是你要学习咯。所有东西其实都是可以被学习到的，尤其现在科技这么发达，资讯是非常的爆炸的，你要学什么，基本上在网络上都会有。在八字方面如果你本身的正印是比较重，就是比较多的话，那基本上学习的能力都会比较好。当然也包括偏印偏印跟正印，你们这两个呢都是一个学习能力非常好，所以你可以快速的学到某一门专业的知识。如果你不是要学习的话，你是通过分享本身的一个专业，分享你本身的一些经验的话，如果你的比肩或者你的劫财都比较重的话，基本上你也是比较容易做到这件事情。如果你本身这三个都是没有的话，就是说正印、偏印还有比肩、劫财的能力都比较弱，那其实呢，你也是可以挑选你走在正印或者偏印的运里面，或者你走在比肩或者劫财的这个运里面的时候，去进行这样子的一个事情。你要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到底提供了什么给这群你针对的这群客户。那同时呢，你要去想，你跟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呢？可能你卖面包，他也是卖面包，你们之间有什么差别呢？你需要给人家一个理由来跟你买，你要了解自己到底有什么你是可以提供的，你是如何可以去帮到这个市场的一个需求。然后同时呢，你也要知道别人为什么要选你，你要想你跟别人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他为什么一定要跟你买而不是跟他买，就是你的定位啦，你在这个市场的一个定位，你要有一个理由给你的客户，说我想跟这个人买而不是跟那个人买。其实这个建议也是适用于所有的那些自由工作者。那第三个步骤当然就是把你的产品或者服务提供给那个客户了。所以这个步骤你就要开始去设计你的产品、你的服务，它是一个什么产品它的定价是什么然后它是不是有一些物流上需要考虑的问题库存的问题仓库你是通过网络行销了吗？还是你有一个实际的店面或者有一个比较小的摊位去进行你这个销售？这个部分我们看八字的话，如果这个人他的七煞、食神还有伤官都是比较重的话，基本上他这个方面呢，他会比较容易，会做得比较顺畅一点。如果你这三方面是没有的话，你就可能需要配合一下，你是在刚好走到食神的年份或者一个伤官的月份，你就比较容易去帮助你去打造属于你的产品或者一个服务这样子。这里呢，我就分享了3个非常实际操作的一个步骤。那最后呢，我其实想要分享第4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因为这个步骤其实是可以确保呢，你的这个副业是可以成功的被执行，可以成功的打造出来，然后成为一个让你有赚更多钱的一个小生意。那这第4个步骤呢，其实就是你的理由，你的 why， 你就需要去问自己我到底为了什么去开始这个副业？我知道可能很多人就会答说我就是要赚更多钱嘛。但其实谁不要更多钱呢？
你其实要问的是，你有更多钱了过后，你是为了什么？可能你会说，我想要去旅行，我可能要吃好吃的，我可能要给我家人，我要去给我的孩子，要保障我自己的未来，这些也是非常表面的。我要你呢继续问下去，到底那个真正的理由是什么？然后那个理由呢，通常是一个感受。好像我可以举例，比如说我想可以去旅行 ，OK， 他给到你的是一个什么感受？你是感觉很自由吗？你是感觉很轻松吗？很开心吗？你是可以在吃到好吃的，或者看到很美的风景，你会觉得啊，我人生就满足了。又或者呢，你说我要把钱给我的家人，那你的理由是什么？你是想看到他们开心吗？那你就会开心。还是你想给他们过一个比较舒服，你就会感觉比较安心，就是那个感觉。再举一个例子，有人可能我说我要赚更多钱，是为了我未来老了有点保障。那个保障是很实际的，但是他给到你的是什么感觉？是一个安全的感觉吗？是一个无忧的感觉吗？那你要把这些感觉都列下来。你开始这个副业，你的目的。对，你是要赚更多钱，让你去做这些事情。但是这些事情呢，它给到你的感觉是什么？那个感觉其实就是你的理由，就是你的 why。因为在众多的咨询里面我发现呢，很多时候呢，道理大家都懂。好像我刚才分享的1到3的这个步骤其实在网络上呢，或者 YouTube 上应该都很多人分享过了。但是呢，你能不能执行到能不能做到出来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很多人少了这个理由，这个 why。很多时候跟我们人的一个情感的一个感受是息息相关的。那很多人呢就忽略了这个 why， 没有了这个感受，只专注在这个实际操作上，这种比较表面的一个操作上。就会导致他们很难去坚持，或者很难去开始这个所谓的副业。所以呢，我现在就加多一个第4点给你，就是你要找到自己的 why， 自己的理由呢，你就会做这个副业就会更加的容易，更加的坚持下去了。八字呢，它只是一个辅助于你的一个工具。我们通常我们可以通过八字呢去看到你本身在哪一方面的能力比较强，所以你在做1、2、3步骤的时候，你可能你在第1个步骤你会可能感觉比较容易，或者有些人他是在第2或者在第3会感觉比较容易，因为每个人能力都不一样嘛。那你在弱的部分你可能就要自己去加强它，就是通过学习通过向别人请教去找别人来教你，甚至你找另外一个人，你看他的八字，他这方面的能力是比较好的，你可能就跟他配合。那当然，如果是不要这样子的话，你也可以配合，就是说你那一年或者那一个月份的能量刚好是走到你比较弱的部分的话，你就是要用这样子的机会去趁机培养起那个能力。这样子的方法其实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用八字的方法。就是说八字呢，它只是一个工具来辅助你去完成你自己想要的一个目标，或者你想要完成的一个事情。它不是拿来跟你说你适不适合做副业，或者你适不适合去创业，还是你注定就是要打工这样子啦。如果你是打工，你要创自己的事业，你要搞一个副业，是完全可以的。我们在八字里面绝对没有说这个人不适合做生意，他只是你有没有那个能力，或者有没有那个方法罢了。然后那个能力呢，在所有的事情里面都是可以被培养的，可以被学习的。好，那我们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点赞，还有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如果他们是有想要开始自己的副业的话，就更加要给他们看这个视频。好，那我们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视频见，拜拜。